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宣彤，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题目是晶圆双雄台积电、Intel 要决战 AI 的竞赛。那想知道这个清晰逻辑的朋友们，记得请听到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是大家好，宏达这阵子这个应该是说2022年12月，那个时候我记得台积电到 Arizona 这个移机典礼也是你去的，那一集节目也是我们做的。好，那最近2月19到24号之间，你一个礼拜之内飞美国 Intel 的这个晶圆代工的誓师大会，然后又飞到熊本台积电这个新厂落成典礼那我们看到这个 Intel 跟台积电，其实他们关乎以后未来半导体全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呢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的政经局势以及了解产业的状况。今年2024年刚好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论您是加入频道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财讯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来从这个竞合关系来看？我们先来看 Intel， 你在美国的 Intel 现场，你感受到了什么？他们要怎么样的进到重返这个晶圆代工的这个大位呢？其实这个 Intel 这一次是办了一个叫做 Direct Connect 大会，那这个我是带着问题去的，因为呢，其实 Intel 在从2013年开始就是说自己要做晶圆代工了。对，那所以呢，算到现在已经做11年咯。可是这个大会是第一次。为什么是第一次呢？我就在场边跟台商聊，他就是说，因为他终于准备好了。终于准备好，准备10年磨一剑了。对，因为这个事情各位要去注意 Pat Gelsinger 这个人这个 CEO 之前8年都准备不好，他接手了3年之后，他准备了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其实看到，第一个，以前 Intel 就是张忠谋批评的，你都一个人跳舞，以前都摆不太出来因为就是 Intel 自己做。但是这一次 Intel 公布了他的生态系，就说我改变了，我不是都我自己做。我们在采访 Intel 的高阶主管的时候，他就说 Intel 是有这个技术，但是呢中间沟通的过程，他说我做到哪里，客户的预期是怎么样，他终于说出来这句话，说我们在学习管理客户的预期跟客户合作的方式，包括最简单的这个他们这种开发档案要怎么做。他说我们都还在跟其他的公司在学，比如说 EDA 的工具包括了这个IP 包括了这些什么设计中心联盟，我们其实这里做了一个表是他现在终于凑得差不多了，所以他的舞池有很多伙伴舞伴了。对，然后呢终于他的这个路径图是可以摊开来了。好，我们这里也做了另外一个制程的一个表，现在很像台积电的这个制程图就是说，就我们刚刚讲管理客户的预期嘛。对，所以他现在把到2024年到2027年我要进到哪里，然后我以后会有什么也都摊给你看。以前也都没有嘛。这东西各位想嘛，但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研发部门说下礼拜你交给我，不行嘛。是。所以 Pat Gelsinger 就3年来往晶圆代工的这个成绩单事实上都就集中在这个大会里面，我觉得相当重要。那你在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他的舞池变得越来越多的舞伴了。对，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所以这个攸关地缘政治啊。这个我们本来去的时候看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个商务部长他说要来嘛，而且他是用视讯的方式进来，那这是 live 连线的，然后他就跟这个 Pat Gelsinger 说，大家不是都怀疑说美国你能不能够重返这个制造，其实美国在 IC 设计是最强的，对，所有的大的厉害的 IC 设计公司都是美国的，那但是制造就当然就没那么好嘛。各位要听到这个雷蒙多就是商务部长讲一句话我们也分析了很多的报告什么的，美国要赢的策略就是一个大量投资晶圆厂。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你现在都没有人想要做这个半导体制造这是一个冷门行业然后缺人才就会什么流动性高，对，然后呢流动性高什么你就要花大钱去留人，就恶性循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所有的表态里面都是讲说解决之道很简单，你除了搞学校之外，那搞学校不够，你到时候没有好的待遇留不住人嘛。对，所以拼命盖晶圆代工厂。所以那个 Pat Gelsinger 在里面就问雷蒙多一个问题，这个请问这个部长，我们是不是需要第2个晶圆法案？就是更多补助吗？已经开始在讲了，
要不要 Part 2？ 是前面第一个100亿可能最近今年对看要不要下来100亿美金呢，是一个大的晶圆厂的这个投资规模，所以美国很明显摆出态势，就是会像下蛋一样继续盖晶圆厂来培养它的产业。我想它是会有长期的耐心，这是它的做法。那另外的合作伙伴也值得提，就是微软。其实现在你要说 Intel 的晶圆代工有什么客户吗？其实都还是非常的看不太清楚。但是唯一有个重大的表态，就是微软说我要用 Intel 的 18A 制程。那 Intel 对于明年要量产的这个 18A 制程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的。他就说我要把这个站稳，我才能够回去反攻这个先进制程。所以终于有人先开第一枪嘛，但他们都不讲说拿着做什么产品哦。我想是先讲。那当然有可能是秘密研发，有可能是其实也还在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讲以前都讲 Intel 架构嘛，在半导体时代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搞，一起推。那后面其实我们这次也看到像联发科或者是 Broadcom 也上去站台。那当然站台跟实际下订单这个又可能隔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表示支持嘛。对。那第三个其实是 ARM， 这个很有趣，因为 ARM 在晶圆代工产业一直都是 Intel 的死对头。Intel 离开了 PC 之后呢，一直吃到苦头。过去10几年呢 ，Intel 原来是神，对不对？就是因为 ARM 推动了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风潮，把这个 Intel 一路往下打。那现在 Intel 是第一次晶圆代工大会就进来请来自己死对头来站台，他们就开玩笑说，感觉就很像那个贾伯斯当年跟那个 Windows 跟微软合作。他说站在这里好像跟那个来自地狱的人合作。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对。但是这些都是重大的改变哦。所以呢 Pat Gelsinger 就替他们的晶圆代工做了一个定位。他说呢，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为 AI 设计的系统的晶圆代工厂。他的定位也出来了，所以这个等一下再跟各位详述他要做什么。我刚刚听到你讲一个 18A 我还是再打一下岔一般观众可能不太清楚 18A 相当于我们这种几奈米的台积电几奈米的工厂的制程。 A 大概是埃米，所以10个埃米等于1个奈米。18A 大概在英特尔看是1.8奈米的意思。okay。 但是这个台积电之前法说会认为它的效能大概会跟台积电的3奈米相当。不过无论如何，就是两个公司在明年当 18A 推出来，他们就会在市场上开始竞争，越来越接近了。对，就是实力决胜负。那你刚刚讲说他们这一次Intel 宣示要做 AI 为 AI 而设计的一个专业的晶圆代工厂，那他们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你觉得他们有怎么样的机会可以朝这个世界第2大的晶圆代工厂迈进呢？大家都觉得说 Intel 跟台积电竞争就是我们比看谁工程师怎么样，这个比较认真嘛，对不对？但是其实 Intel 也知道它的这个强项不是在这里，所以它的竞争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刚刚讲它定位自己叫做为 AI 时代而生的系统及晶圆代工厂，意思就是说呢，你做这个第一个台积电你做这个制造很厉害，对不对？对。可是你是客户叫你做这个晶片你就做嘛。那他就说我是替你整个客户要做整个系统 AI 系统的时候，我还可以提供一些你别的地方拿不到的价值是什么呢？你顶多呢要做一个 AI 的资料中心，你要10万个 GPU， 对不对？你顶多就是叫别人10万个都做好给你，你组起来。他说你这10万个里面组起来呢，万一你这个网络的配比不对或者是你这个里面的记忆体太小，其实你很多时候这10万个 GPU 是空转的。对。他说我这个 Intel 呢其实是做系统起家的。我这个什么 USB 啊，什么这种 Ethernet 啊，都是我这个一手培养出来，所以我很懂得怎么做系统，我都可以帮助你从系统层面去思考怎么样重新架构。还有他们其实也提到说，他们在重新打造一些可以帮助 AI 资料中心大幅降低成本的新技术。比如说他说我把 Ethernet 的规格再改一次，那我就可以用像 Ethernet 这么便宜的东西呢，做到你 AI 所需要的，那你是不是就要往它这边靠拢？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除了它要有制造力，它还要有一个生态系，它才能做成系统性的晶圆制造，是不是？意思是 Intel 有定义系统的能力，就是说我这里面你们现在网络都用的就是 Ethernet 嘛，这是它定义出来的。他说我可以改这个定义，那我改了之后，你现在很贵才能做一个 AI 这样东西，以后我用很便宜的 Ethernet 也让你做啊，那你是不是从整个系统来看，它的价值就浮现了？它会有一些希望你可以去跟它合作的地方。因为 Intel 的强项就是
它拥有很多的这种标准，这是它的厉害的地方。那另外一层，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他们也用系统的方式在挖别人的墙角，比如说我去参加看到他们那个 EDA 的部分在讲他们的生态系，这些 EDA 公司就说我们现在推动这个新的 AI 的功能，什么功能呢？你本来在别的公司用3奈米所做的这个设计你不用再请工程师了，你就用 AI 通通帮你转成 Intel 18A 的设计，就直接再改一改就可以做，就可以生产了。所以这次 OpenAI 的创办人 Altman 也去了，有没有这一层关系啊？这个强化 AI 的关系？那 Altman 绝对就是大家要争的对象嘛。其实那很有趣。一开始这个 Pat Gelsinger 也就是拉着这个 Altman， 因为每个人都拉着他。那个 Pat Gelsinger 就问他说：“我们讨论好像你说要7兆那个人工智慧的晶片的需求，好像有7兆哦。”其实 Altman 没有正面回答他。Altman 说大概就是可能会很多很多，可能是几十个亿到几兆之间，他讲的很模糊。但是他讲的逻辑很清楚，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AI 还很贵，你看我们现在不是 OpenAI 还要付一些费用吗？而且他也是赔钱的，才能够用一点这个 ChatGPT。对，他就说呢，为什么我说要这么多？他说他发现 AI 有个很大的特性，你只要投越多资源下去它就越强，训练越多的越强。所以他就想象一个非常疯狂，就是我如果弄个几十个晶圆厂，这么多海量的晶片通通下去那这个 AI 如果有一天跟电跟水跟 email 一样便宜的话，那你只要想到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来教你 AI 解决一个问题，他觉得那个才是他要的，所以我们才听到奥特曼说投核融合嘛，因为你要 AI 普及的话，到时候能源耗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想的。那这对于做半导体的人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对不对？张忠谋后来也有讲它不是几十片几万片几千片，它是几个晶圆厂的产能来满足 AI 的需求，那所以大家就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OK， 那你刚刚有讲到这个什么能源这些，所以这个永续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重点吗？对，这一次其实 Intel 跟台积电竞争的部分就是在这个部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 Intel 在他们的晶圆代工的总经理就说我们现在 Intel 呢可以在这个绿能在绿电这方面，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厂都是做到 99%。那我就问那个到熊本去采访的时候，就问一下台积电的朋友，他说我们海外早就做到100%了。想说原来大家都已经暗自都布好了，因为台湾晶圆厂太密集了，可能取得绿电比较困难，但是海外的厂其实台积电也是，像亚利桑那它其实有很大的地，它旁边就有胡佛水坝，有太阳能这些嘛，所以台积电也都在美国也都布了这个再生能源。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Intel 的部分，你在美国发现就是说它有越来越多的伙伴，它也建立了生态系，那它也在永续方面或者分散供应链，甚至美国政府的补助这一块，其实它都占了很多的优势，它也确实在积极的往前进。那我们现在回到台积电，那这次你在日本熊本，你又看到了什么？其实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台积电在熊本落地，对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在那里看到一个他们打的一个简报，就是台积电在日本在地采购的占比要如何上升。那 JSN 其实说他们在2025、26年的时候，它可以做到在地采购 50%。那现在是多少？那2030年大概是 60%。那现在其实我看到有一些采访在讲决田佑一在23年 Semicon 的时候讲过，大概是 25%。那 25% 其实落差是蛮大的。我就去访问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朋友，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大国嘛。对。但是其实现在状况有点不太一样。日本其实在制造上长期停留在40奈米。其实在过去10几20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的材料厂都来台湾设厂。对。那我们采访业界的人士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模式是日本做好原料，然后来台湾再做进一步的加工。比如说日本的3大光阻剂厂其实在台湾都有厂。他说有一些高阶型号的这些光阻剂日本要的话还要从台湾再买回去。其实原理很容易理解，我们如果做40奈米光是盐酸的纯度、硫酸的纯度就不用那么纯，但是比如你做到这个 PPB 等级大概就可以了啦，就是每一个 billion 有多少这个杂质。但是你要做3奈米，你要做2奈米，那可能要做到 PPT 等级或者零检出这很高的标准。那你这两个硫酸的等级就不一样嘛。问题是你在日本，你如果是要卖其他的
的厂的话，其实你卖便宜的贵的对他没有影响，对，所以他不需要花那么多成本跟时间跟心力去投这个超过客户预期的。所以当熊本这个厂出来之后，其实决定又一讲，他重新再开始跟120个日本的在地厂商重新建立联系关系，重新接上供应链。所以为什么到2030年才能够到60%的目标？不是1-2年哦，要花5-6年的时间，他们估计才能达到。台湾现在是60%，所以才能够达到跟台湾一样在地供给率。所以这代表熊本厂出现之后，日本的材料的自给自足比率在先进的这个部分会跟着提高。是，就是其实台积电也不只是帮熊本，也帮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翻身嘛。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主题是讲到这个 AI 竞赛，你刚刚已经讲到 Intel 它有大量的运用这些 AI， 而且它自己也设定这个是 AI 的这种系统级的这种晶圆代工厂。那台积电的应对这样的情况，它的策略是什么？Intel 也知道说，在比这个工程师的认真的程度，它是比不过台湾人。那 Intel 要怎么办？用 AI 就是大量的利用自动化制造，他们做了一个 Moonshot Project 射月计划，就是说呢，我要用 AI 用很少人的情况之下拥有高良率，因为我用很少人，我就可以给他更高的薪水嘛。你要这些人，你要淘汰率很高，要换人，要他很认真，应该办得到。其实我相信台积电也应该知道这个趋势了，所以我相信大家双方在 AI 在自动化方面是现在就是一个新的竞争了。比如说熊本厂好了，我们在采访熊本厂的过程中间问了一些朋友嘛，他们就说现在你在看这些塞车的这些新闻哦，什么日本政府说当地塞车要扩，那个基本上是因为建厂6000人，但是熊本厂台积电盖好之后，其实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厂，所以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嘛，它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所以这个接下来在半导体制造的自动化绝对也是一个竞赛，当然相关的厂商设备一定会是需求也会增加。那日本厂商跟这个台积电的合作，这些台积电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吗？台积电其实是可以跟这些厂商一起来研发未来的这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像这一次其实 Sony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跟 JSM 合作的对象。那我们所知道今年其实 Sony 就喊出来它的全球市占率要达到60%，因为其实 Sony 在熊本旁边就有一个 sensor 厂。Sony 其实是全世界在感测器光线感测器上面1等1的公司，是。那它的产品范围很广，它从相机的、手机的到工业用的、安防控制的，可见光不可见光 Sony 都有。可是呢，它最近这几年被2件事情困扰。第一个呢，华为就突然就消失了，少了一个大客户，少了一个客户。第二个呢，三星一直追，所以呢，现在熊本厂出来了之后，等于就台积电跟这个 Sony 可以合作进更快。其实 Sony 这几年推出了一种新的叫做堆叠式的感测器，它就是有点像都更一样，我本来上面是2种元件，现在只要把感光元件放在最上层，其他的都往下移，它就会可能夜拍啊就会更强。所以台积电的这个熊本厂出来之后， Sony 跟台积电就可以合作更多的 sensor， 比如说它25年要推出一款汽车叫做 Afeela，那这个车子里面就需要用到45个光的这种感测元件，所以你看它现在扩张这些对于感测器的这个需求，那就代表你以后要做 AI， 你是不是也要有资料进来？好，那台积电就抢先把这个Sony 还有他们绑在一起之后啊，其实以后我们在研究新的 sensor， 或者是像这一次这个 Vision Pro 不是有这个 Micro OLED 吗？新的显示器其实都是可以用半导体的这个制程去把它做出来的。所以就是 Intel 有更多人在舞池，那我们这个台积电也台积电也吸收很多日系对日本大型企业来做啊。对。那在技术的部分呢，台积电有什么很特别的，就是防这个 Intel 的快速的追赶呢？其实 Intel 就是在这个高性能运算这边再往前进一点，而且它是在补它晶圆代工不会的那块。那台积电其实不只是在高性能运算往前冲，而且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各种的特殊制程扩张、扩大，所以广度台积电其实是更广，而且我们其实像新的这个电晶体的结构，各种根本的创新的应用，其实台积电现在是做得非常好。那你可不可以最后来帮我们读者做一个总结，就说 Intel 跟台积电到底他们现在最新的竞合关系跟未来的竞合关系可能是怎么发展？你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其实我现在认为就是台积电跟 Intel 其实是并存的，他们会并存的，他们并不是说谁要杀死谁的这个概念。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哦。我们采访的时候问了 Intel 的高阶主管，就是说那这个你们在刚刚记者会的时候都在讲这个要一个全世界的晶片都集中在一个岛哦，然后都这样生产好像对全世界经济稳定性有问题，那你们自己马上不就要在台积电下单为你们的这个 CPU 生产这个运算块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说其实他们在即使晶圆代工
哦，他们都不排斥跟台积电合作。那当然，它的原因是因为说，现在其实客户对于要不要给 Intel 代工订单哦，其实是犹豫的。就算你有技术，他也不熟悉你，而且他要卖给谁呢？以 Intel 这种公司，他的大客户就是 AMD， 以前是敌人，对不对？NVIDIA 也是敌人，像他卖给敌人怎么卖？他就这样说，我呢这个有一部分呢，这个是台积电做的，但是呢加上我 Intel 的封装技术，因为 Intel 觉得它的封装技术还不错了，然后呢，也许你可以考虑其他块也用我们 Intel 3、Intel 6的制程一起卖给你，所以他这样他才能够去跟 NVIDIA 跟 AMD 去提案说，以后你也来用嘛，反正多一个供应商没什么不好。对对对，所以现在来看 Intel 真的也是在刚刚可能局部好，但是它还在一个爬升的阶段啦，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是共存的。所以说他们现在 Intel 跟台积电在晶圆代工方面虽然还有一段差距，但是其实这只是局部了而已。对，但是 Intel 也是在加速的追赶，就是了，而且它有美国政府的帮助嘛。但是还是跟台积电是有距离的，对，还是距离还是蛮远的。它也需要台积电的帮助跟合作，作为这个供应商。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73集，台积电兆元投资建厂即将完工，熊本县喜迎100年一遇的超级商机的留言。好，第一个让宏达你念吧。这个感谢财团的陈志伟说，财讯的新闻是第1名啊，谢谢，真的哦，因为你看光这一次，你1个礼拜之内飞美国又飞日本，而且你没带摄影，你自己还要观察所有的，因为摄影不能去嘛，我有带叶黄素啊。你带叶黄素，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手机哦，然后要克服这时差，所以我们财讯的新闻真的是第1名的啊。好，第2位呢，财团有一个 Freeman， 他说台积电设厂熊本是日本100年大飞跃的拐点，日本经济已经没落超过30年，日本原有的半导体工业记忆体曾经辉煌，在美国的压制下，终于几乎消失殆尽。原因是日本使用的是美国技术，而此次日本使用台积电自己研发的技术，必定带动日本科技业投入资金设厂，相关产业会形成科技纽带，这将彻底改变日本的经济。你要不要回应一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很期待。我们刚刚讲了台湾的供应商，其实在台湾跟着台积电练了很多日本先进制程，因为日本没有先进制程嘛，对，所以我们练了很多别人没有的功夫，所以现在我们也在观察台湾的供应商会不会跟着去日本再做出一番事业。当然日本人有一点不一定那么接受外国人啦，但是你有实力的话我想日本人会在意的。是，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宏达的分享。那如果你喜欢财讯的内容呢，并愿意支持我们，欢迎你们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